制造一个人只需要87万。你爱与不爱跟心脏没有半毛钱关系。治疗秃顶的最好方法竟然是阉割，你每天竟然有5次患癌的机会。这都是什么奇葩结论？张嘴就来。实不相瞒，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，但在被人体简史科普之后，我发现自己奇怪的姿势又增加了。今天我们也正儿八经的聊聊藏在你身体里那些意想不到的秘密。虽然是科普著作，但作者比尔·布莱森并没有拿一堆学术名词和数据故弄玄虚，反而是脑洞清奇、幽默诙谐，不仅不会枯燥无味，还时不时让我笑出了猪叫。《泰晤士报》称他为当今最有趣的非虚构作家。非虚构的科普自然不能脱离严谨的理论和事实依据。作者布莱森花了17年时间查阅大量资料，与38位世界各地的医学专家深度对话，才有了这本妙趣横生的人体百科全书。而且这本书也是布莱森老爷子的封笔之作，刚刚获得了第16届问津图书奖。话不多说，咱们开始吧。这里不是说女娲娘娘用泥巴捏出来的人，也不是说10月怀胎之后生出来的人，而是我们找到所有人体必须的化学元素，组装成一个完整的人需要多少钱？单纯这么算的话，我们可能并没有很值钱。英国皇家化学学会计算出构建一个全新人类的全部成本，他们以奇异博士本尼迪克特·冈巴波奇为样本，得出了一个相对精确的数字，96546.79英镑，差不多87个 W。当然这里只算原材料，不算人工成本和增值税，而且也没人知道怎么加工吧。拆开来看，在我们体内迄今为止发现了59种元素，其中6种碳、氧、氢、氮、钙和磷就占了我们身体的99.1%，其余大部分元素有点奇怪，比如钒、锰、硒、铜这些，谁能想到没有它们我们会不完整呢？实验室都很少见啊。如果你跟奇异博士的身材差不多，那你体内的氧价值8.9英镑，氢16英镑，这2种元素虽然多，但很廉价。氮的单价高一点，但含量少，所以只值27便士，也就是2块4毛3。碳大约需要30磅，咱们就用纯度最高的那种，算下来得44300英镑。钙、磷、钾3种元素虽然需要的量很少，但也得花47000英镑。其余大部分元素价格非常昂贵，好在咱们需要的少，不会多花很多钱。比如土元素每克2000英镑，但你只需要0.0000001%。你没听错，我没结巴，就是这么多零，所以2块钱就能解决。所有这些元素加起来大约87万，价格还算公道。要知道美国黑市的价格是4300万美元。在这59种元素中，有24种基本元素是生存必须的，没了它们我们活不了。但有一些元素就像走错房间一样，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身体里，不仅没用还有毒，镉就是其中之一。从化学角度来看，人就是由一些元素构成的，这些元素甚至能在泥土里面找到。这么说，女娲造人好像有点科学依据。这些元素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，唯一特殊的就是构成了独一无二的每个人，这才是生命的奇迹，而且也无法用金钱来衡量。包含59种元素的7000亿个原子构成的生命只是第一步，维持人类机体的正常运转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。你觉得每天会眨多少次眼睛？500次、1000次，其实是14000次。而在你看完眼睛的冷知识时，你的身体已经制造出100万个红细胞，每个红细胞会在你的身体里游荡15万次，不停地输送氧气，直到磨损毁掉。你想不到你的身体的每个部位有多努力的在运转，以供你吃饭睡觉、聊天大笑。所以每个人都应该珍惜自己的身体，就像珍惜自己的爱人一样。既然说到爱，我们来看个关于爱的冷知识。人就是个多情的物种，喜欢一个人心里只有你，想一个人心里空空的，分手了心痛的无法呼吸。但事实上，说句直男话，你的爱与不爱，分与不分，跟心脏没有半毛钱关系。不管一个人多花心，他的心脏依然一心一意的只做一件事儿，就是跳动，每天大约10万次，一生35亿次。之所以你看到女神会心跳加快，还是因为多巴胺、内啡肽这些激素的刺激。心脏完全不知道自己跳这么快的原因，爱的感觉还是来源于大脑。大脑可以说是最神奇的东西了，你对世界的所有感知都来自于没有亲眼看过这个世界的器官。举个例子，你现在什么都没有做，你的大脑在30秒内处理的信息就超过了哈勃太空望远镜30年的工作量。一粒沙子体积的大脑皮层可以容纳2000 TB 的信息，足以存储历年来拍摄的所有电影。但这并不代表你体内中那些最贵的元素都用在了大脑上。其实大脑的用料很朴实，80%是水，剩下的就是脂肪和蛋白质。下次如果有人骂你脑袋进水，你可以用科学的话术怼回去，顺便嘲笑一下他的无知。工作多自然耗能也多，别看大脑个头小，只占我们身体的2%，却消耗20%的能量，但也仅此而已。这20%的能量，咱们吃一块蓝莓松饼就能补回来。
如果把其他问题的锅甩给大脑，就显得很突然。人们很喜欢把自己的决定归咎于大脑的聪明，但这个说法没有什么依据。每个人的头顶上有10万到15万个毛囊，每天要掉50到100根头发。60%的男性50岁就秃顶了，1/5的人30岁就秃顶了。意不意外？开不开心？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一种叫做二氢睾酮的激素容易变得紊乱，导致头上的毛囊关闭，夺走了中年男人最后的倔强。那如何防止二氢睾酮变得紊乱呢？目前公认最有效的方法是阉割。杀敌100，自损1万，还是算了吧。如果说我们身上必定要有某个部位向中年屈服，那么牺牲头顶可以算是最明智的选择了。毕竟没有谁会死于秃头啊。秃顶虽然也算一种疾病，但除了影响外观之外，好像没有其他影响了。但癌症就不一样了，它是一个让所有人谈之色变的死神。得癌症的患者并不像得其他疾病一样，会想自己怎么治疗，他们往往想的是自己还能活多久。它带给人的恐惧感和绝望感，可能比癌症本身更具有杀伤力。而且这个臭名昭著的家伙还会告诉人们，我就是你身体的一部分，只不过发生了一点点变化。癌症完全是内发的，是体内细胞发生了癌变。据估计，咱们每天会有1到5个细胞发生癌变，好在免疫系统会捕捉并干掉它们。想想看，每个星期几十次，每年超过1000次，你都有可能患上这个时代最可怕的疾病，而每一次你的身体都拯救了你，所以不必担心。癌症虽然是死亡的常见原因，但不是生活中的常见事件。最后我们再来聊聊死亡。书中提到一个冷知识，人会怎么死，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在做选择，尽管我们或许并没有怎么仔细思考反省过。在美国，如果一个人能过上自己70岁的生日，那他明年死亡的概率仅为2%。人的寿命越来越长了，但如果他身患疾病的话，情况就不那么乐观了。2011年，全球死于糖尿病等非传染病的人数首次超过了传染病死亡人数。要知道，除了遗传因素外，饮食过多、体力活动减少导致的肥胖是糖尿病最主要的成因之一。2017年，《经济学人》指出，65岁之后死亡的美国人中，近1/3的人将在重症监护室度过人生的最后3个月。除此之外，全球每年造成1500万人死亡的心脑血管疾病，也跟人的生活习惯有分不开的关系。死亡是一定的，但死期是不定的。最圆满的死亡方式就是躺在舒适的床上，看完家人最后一眼，然后安详的老死，而不是备受各种疾病的折磨，手上插着留置针，下身插着尿管，一捧一捧的药当饭吃。所以选择死亡的方式，从改变你的生活习惯开始。从30亿年前漂浮在浅海里的单细胞开始，制造人类的基因就已经存在了。换句话说，经历了30亿年的演变进化，才塑造了堪称奇迹的地球主宰者。而这本书也从头到脚，从内到外，从30亿年前到今天，详尽地呈现了人类的身体密码，在轻松幽默的文字中慢慢认识自己，尊重自己，敬畏自己。所以果断把这本《人体简史》推荐给大家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耐心观看。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，还望爱惜3连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一个人能走多远，要看他与谁同行。关注星河百度，10万小伙伴陪你一起成长。下期成长干货，我们不见不散。